A proper dub welcome to the man, the myth, the living legend, Tim Cook. Thank you. I've never seen so many icons before. Thank you so much, and thank you, Craig, for that great introduction. Good morning, everyone. 这是 WWDC 26的开场。Tim Cook 作为苹果 CEO 最后一次说出那句 Good morning。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互联网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声音啊，批评库克领导下的苹果并没有打造出伟大的产品。如果乔布斯还在，会怎样怎样？所以今天的视频呢，我想结合库克卸任 CEO 和大家一起回顾，在我看来，库克时代那些改变世界的苹果产品。 iPhone 这个品类呢，虽然是乔布斯时代推出的，但是库克时代也有许多经典的 iPhone 啊，比如说 iPhone 6和 iPhone 6 Plus。 Today, we are launching the biggest advancement in the history of iPhone. 首次舍弃了乔布斯时代黄金尺寸这个概念，将屏幕提升到了 4.7 和 5.5 英寸，全球销量突破了 2.2 亿台。iPhone 6系列的重要意义啊，在于苹果的产品理念从乔布斯时代打造一款适合所有人的完美手机，开始向库克时代为不同用户提供不同体验的设备过渡。还有 iPhone X 无疑是一款经典的产品。 That we are here in this place on this day to reveal a product that will set the path for technology for the next decade. 边到边的超窄边框设计，直接奠定了之后接近10年的 iPhone 形态，无需任何点按，通过人脸就能实现的 3D 人脸解锁，永远的改变了大家解锁手机的习惯。在 iPad 产品线上，库克时代的全面屏 iPad Pro 更像是技术上的一种水到渠成。We're announcing an all-new iPad Pro. And it's gonna push what you can do on iPad or on any computer even further. And here it is. 但是我认为真正有库克风格的是2018年首次推出的 Apple Pencil， 这个被乔布斯时代嗤之以鼻的手写笔，在 iPad 上真正成为了生产力工具。到今天，已经有大量的专业画师使用 iPad 和 Apple Pencil 来进行创作。M 系列的芯片，2020年 WWDC， 库克官宣将花费2年的时间，将全系的 Mac 产品从英特尔芯片迁移到苹果自家的 M 系列芯片。当时网上的质疑声音四起，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家厂商可以打破英特尔在个人电脑领域的领先地位。但是我们看到，在2年之后，苹果全系电脑迁移完成。随着 M 系列芯片的高性能和低功耗的表现， Mac 全系产品进化。MacBook Pro 彻底释放了性能 ，MacBook Air 变成了我觉得最漂亮的超薄设计 ，Mac Mini 更加小巧 ，Mac Studio 也以其出色的性能替代了机箱大小般的 Mac Pro。Apple Watch， 库克时代苹果开启的全新产品线。We have one more thing. We've been working on Apple Watch a long time. 发布的第1年，当时定位呢是奢侈品，出现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但是第2代开始定位运动健康，逐渐成为了手腕上的健康专家。对我个人而言 ，Apple Watch 直接影响了我过去10年可能是对于健康概念的理解。我也希望把我的这些理解分享给更多的人。库克时代改变世界的产品 AirPods 应该排在第1位啊。AirPods, helping usher in the future of wireless audio. 从有线的 EarPods 时代开始，改变了入耳耳机的形状，到 AirPods 改变了无线音乐传输的体验，再到 AirPods Pro 可以实现在多个设备中自由地进行音频切换，永远的改变了这个世界聆听声音的方法。以上我提到的这些呢，是具体的产品形态。库克时代的苹果还有许多非实体产品，也产生了对世界非常深的影响。我快速说几个啊。疫情时代开始的录播发布会视频，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厂商开始学习那种优雅炫酷的转场。Good morning.
Apple Store 线下零售店，每一家新店开业都成为了一种城市名片。iOS 7开始的手机防丢防盗刷系统，随着这个系统的上线，偷手机这件事儿概率大幅降低。还有查找功能，我最爱的查找功能，无论是在家里还是丢失在了另一个城市，都可以定位、呼叫、锁定。还有苹果股价，库克接手苹果的时候，苹果市值是3500亿美元，15年之后，苹果市值达到了4.28万亿。当然了，股价呢是一个结果。以上我提到的这些啊，全都是库克时代下的苹果产品。我认为无需去纠结过去15年苹果是否是最伟大的科技公司，你只需要去想一下过去15年你的生活是否被刚才所提到的那些苹果产品所改变。但是对我来说，以上这些苹果产品啊，并不是最重要的。库克在任苹果15年间最重要的，其实是他给苹果带来的价值观影响。价值观的影响有很多，我就说2个。第一个就是过去15年间苹果对于教育的重视。在我印象中啊，库克只要是来中国必谈教育，包括四川雅安地震的时候，苹果去捐钱盖学校，包括去支持上海小学使用 iPad 授课，库克自己去参观北京的中学，然后以及为贵州的乡村教师去提供设备和培训，也为富士康的工人去提供职业培训。我采访库克很多次啊，印象最深的其实并不是关于产品，而是他说的一句：教育是这个社会最伟大的均衡器，是消除社会不公的一个最好工具。你的出身和家庭背景不应该定义你的人生。我认为这是库克从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所获得的切身感受，因为他就是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库克卸任 CEO 之后，给大家写的一封信里也提到，他是一个来自乡村家庭的人。也正是这种理念的影响下，苹果给每一条产品线都打造出了一个价格更低但是竞争力出色的产品，比如说 iPhone E 系列，比如说 Apple Watch SE 系列，以及今年3月份刚刚惊艳全场的 MacBook Neo。而库克给苹果带来的第2个价值观的影响啊，其实是对少数人的支持，比如说对彩虹群体的支持。库克呢是世界500强第一个公布自己是同性群体的 CEO。苹果呢每年会推出一款彩虹骄傲表带儿。我觉得特别难得的一点就是，苹果从来不会去撕裂这个社会，它从来不会去做对抗，而是去庆祝爱这件事本身。这个时候，我想可能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库克他自己就是同性群体啊，他为自己的群体争取利益。但是如果你过去关注过我的视频，你就知道苹果对于障碍人士同样关注。苹果设备中的辅助功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去帮助视障用户、听障用户以及帮助肢体障碍用户，不只是辅助功能。库克时代的 Apple Store 还大量招募障碍员工。我采访过一个苹果的视障店员，他说在来到苹果之前，他觉得这辈子他能做的唯一工作就是盲人按摩。我在武汉的 Apple Store 采访过一个肢体障碍的店员小哥，他说最打动他的就是官网下清晰的写着，苹果致力于为身心障碍的应征者提供合理的工作安排。不只是障碍人士啊，苹果同样招募那些已经退休的员工作为零售店员工。这在35岁就是工作一道坎的现实生活里，反差感特别强。不只是彩虹群体、障碍人士、退休员工，如果你翻看苹果的新闻稿，你会发现，苹果向香港火灾的灾民捐款，向京津冀洪灾灾民捐款，向西藏地震灾民捐款，向甘肃地震灾民捐款，向北京、河北洪涝灾害、四川地震、山西地震、河南雨灾的灾民捐款，向受到新冠病毒影响的人们捐款。有些人会说，这是为了赚中国市场的钱，故意讨好中国。但是如果你翻看苹果全球官网的新闻稿，你会发现，苹果向遭遇洪灾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捐款，向极端洪灾的巴基斯坦捐款，向德国、比利时洪灾捐款，向巴西洪涝灾害捐款。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之后，库克同样宣布捐款。所以你发现了吗？在现实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刻成为少数群体，或者我可以更准确地说，库克在过去15年时间里给苹果塑造的价值观，并不是关注少数群体，而是关注每一个人，关注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而这才是库克时代苹果的最佳产品，它影响了过去15年时间里一代又一代的苹果用户，未来可能还会影响更多的人。2010年的时候，我和许许多多数码爱好者一样，被乔布斯那种追求极致产品的人格魅力和精彩演讲所吸引。但是真正覆盖我数码生涯，或者说塑造我对于世界认知的时间段，其实是库克作为苹果 CEO 的这15年。2011年 iPhone 4S 发布会，第一次作为 CEO 上台演讲的库克语速极慢。那天晚上我看着直播，心想，糟了，苹果是不是选错 CEO 了？但是库克用15年时间给出了一个满分的答案。Good morning. This is my first product launch since being named CEO. I'm sure you didn't know that.
其实库克卸任也不能算是一个突发新闻吧，毕竟过去几年一直陆陆续续有传闻。但是当这一天真正的到来，当可能是这个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公司更换 CEO， 一篇如此轻描淡写的新闻稿完成之时，那种感觉还是挺微妙的。如果回顾过去15年，我觉得就好像是结束了一场旅行，一起回家的时候，好朋友在你的前一站下车，他挥手和你道别，你知道这并不是结束啊，可能明天你们还会再次见面，但是当车门关闭，列车缓缓向前，你会在心里说一句谢谢，谢谢一起度过的这段美好时光。